自上世纪80年代末宙斯盾系统横空出世以来，盾舰已经成为了如今各大军事强国构建防空体系的重要单元。作为亚洲第一个拥有盾舰的国家，日本早早就意识到了海上防空的重要性，而他们拿出的第一代盾舰便是金刚级驱逐舰。今天火力军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款亚洲第一款盾舰的诞生。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位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国家，也是美苏冷战时两大集团在东方对抗的前沿重镇。因此，冷战时期的日本防卫政策与美国高度绑定，需要面对来自苏联的压力。海上自卫队装备的舰船也需要配合美军，应对苏联水面舰艇和潜艇。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部署在远东地区的苏联图22逆火轰炸机以及这种轰炸机携带的 KH-22 反舰导弹，日本海自显然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因为 KH-22 是一款速度可达 4.6 马赫、射程可达600公里、杀伤力非常强悍的超音速反舰导弹，一开始就是用来对付航母这样的大型舰船的。再加上搭载它飞行的逆火轰炸机也是一款超音速飞机，海自当时最先进的奇风级驱逐舰配备的防空武器还是标准1防空导弹，所用的 SPS-52 对空搜索雷达也达不到全面使用电子扫描的条件。面对苏联超音速轰炸机加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组合非常吃力。日本急需获得一款具备强大防空能力，能在海上为舰队撑起一道防空网的新型战舰。因此，从1986年开始，日本便成立了海上防空研究所，专门讨论如何组织有效的海上防空。他们提出了建造超地平线雷达、部署预警机、截击机等一系列方案，但都没有让当时的防卫厅满意。最终，日本将注意力放在了美国的宙斯盾战舰身上。当时，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已经服役了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也正在建造。宙斯盾战舰将电子扫描雷达、防空导弹、近防炮等多种防空设备整合在一起的方案，让日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于是，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日本获得了从美国引进宙斯盾武器系统的许可，以美国正在建造的伯克1型和1A 型为蓝本，设计建造了新一代防空舰。其首舰于1993年3月服役，以山脉名称命名为金刚号。随后又陆续服役了雾岛、妙高、岛海3艘通缉舰，这便是金刚级驱逐舰。它的出现意味着日本成为了继美国之后全世界第2个拥有宙斯盾战舰的国家。由于借鉴了伯克级的经验，金刚级和伯克级拥有许多共同特征，它们都安装了神盾战斗系统和4面 SPY-ED 相控阵雷达。这种被动式相控阵雷达主要在 S 波段运行，可以在370公里范围内的空域同时对多个目标进行跟踪和搜索。当它发现来袭的飞行器之后，它可以将这些信息传送到终端的神盾系统，随时让终端知道敌方飞行器和我方防空火力的信息。一旦终端做出拦截的决定， SPY-ED 雷达还可以为防空导弹提供雷达照射，让防空导弹更精准地打击目标。在反舰武器方面，金刚级使用的是与伯克级同款的8颗鱼叉反舰导弹。在防空武器方面，金刚级和伯克级一样，采用了舰首29加舰尾61个 MK41 导弹垂发单元的布局，可以从中发射标准2、标准3和标准6三种不同类型的防空导弹。这其中，标准2导弹射高约24公里，最大射程167公里，可以在接敌之前通过红外信号或者被动接受目标的雷达信号寻敌，属于中程防空武器。标准6则属于远程防空武器，其射高可达34公里，最大射程约240公里，在接敌之前可以通过主动雷达导引找到目标。至于标准3，它的个头比前两者更大。日本手中的标准31A 型拦截弹飞行速度达到了 8.7 马赫，射高接近160公里，射程达到了900公里远，主要承担反导任务，用于拦截高空飞行的弹道导弹，还可以在必要时击落近地轨道的卫星。这3款防空导弹可以让金刚级满足中远程防空和反导需求，在海上为整支舰队撑起防空网。
不仅如此，金刚级在末端防空的环节还搭载了与伯克级同款的2座密集近战防炮，能以每秒75发的速度，在 1.4 公里至 5.5 公里范围内撑起最后一道防线，拦截各种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炸弹和无人机。此外，金刚级的动力系统也和伯克级相似，它使用的 LM2500 燃气轮机是通用电气授权石川波摩生产的仿制品，它们可以为金刚级提供充足的动力，使之最高航速达到30节。当然，金刚级也有许多不同于伯克级的独特之处，比如伯克级驱逐舰在美军的作战序列中干的杂活比较多，并不扮演舰队中心的角色，而日本要求金刚级驱逐舰能担任舰队的旗舰，承担舰队大脑的职责，因此每一艘金刚级的舰桥都拥有2组指挥模块。而为了保护处在舰桥上层的指挥中心，金刚级撇弃了伯克级在这里安装铝合金的模式，全部采用了钢材，这导致它的满载排水量达到了9485吨左右，比伯克1和1A 型8300吨的吨位更加庞大。又比如海上自卫队对反潜作战非常重视，海自的大中型舰艇都会要求搭载反潜直升机，所以虽然金刚级和早期的伯克级驱逐舰都没有搭载直升机，但金刚级还是专门在舰尾设置了直升机甲板，以备不时之需。在反潜武器上，金刚级虽然使用了大量的美国授权设备，如其舰首声呐、拖曳阵列声呐都是美军声呐的本土化版本，但它的反潜战斗系统用的却是日本自研的 OQA-201 反潜系统，可以整合处理来自声呐浮标、拖曳声呐的各种信息。不仅如此，虽然伯克级驱逐舰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对陆地上的纵深目标展开打击，但由于自卫队长期奉行专守防卫的政策，美国当时并没有向日本出售战斧导弹，因此金刚级驱逐舰并没有远程的对陆打击能力。此外，金刚级的舰首主炮并不是伯克级同款的 MK45 舰炮，而是一门127毫米口径的奥托梅莱拉舰炮。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实行不同的国防战略，对盾舰的职能要求不完全一样。金刚级驱逐舰服役后，海自的4支护卫舰队都分到了1艘。由于金刚级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压力，而苏联在金刚级服役期间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质疑搭建金刚级的必要，但很快便打消了这种顾虑。毕竟90年代以来，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活动在日本受到了重视，日本依然存在海上防空的需求，而金刚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日本最核心的反导平台。1998年8月，朝鲜试射大浦洞1弹道导弹时，金刚级对这款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了追踪。2006年，金刚号和妙高号通过对大浦洞2导弹的热量特征进行分析，成功探测追踪了这款弹道导弹。此后，金刚级驱逐舰还在2009年对朝鲜发射的银河2号导弹进行了侦测和追踪。这些活动证明了金刚级在防空方面拥有巨大的价值。进入新世纪，随着地缘形势发生变化，日本的防卫政策再次做出了调整。金刚级的后继者爱宕级也在2007年横空出世。该级战舰以美军的伯克 2A 型作为建造蓝本，一共建造了2艘，分别是爱宕号和祖丙号。它沿用了以往金刚级的各种设计元素，但满载排水量达到了1万吨，电站系统也进行了升级。舰桥上还加装了 ANSPQ-9BX 波段雷达，用于提升对水面目标的侦测能力。它的武器库也进行了略微调整，其反舰导弹从巴克鱼叉换成了日本版鱼叉，也就是90式反舰导弹。主炮改成了与伯克级一样的 MK45 舰炮，舰尾还增加了收纳直升机的空间，可以部署1架 SH-60海鹰直升机用于反潜。当然，最重要的改动还是它的导弹垂发单元更换了布局，变成了舰首64、舰尾32个垂发，可以发射更多的防空导弹。爱宕级服役10年后，日本又推出了2艘摩耶级驱逐舰作为后继。这款战舰继承了金刚级和爱宕级的许多特点，性能参数与前两者差异不大，但在船体建筑和武器布局上更加简洁，提高了隐身性能，使用了大量整合化设备，并升级了电子战系统。此外，它的动力系统也做出了改进，从之前的全燃动力变成了燃气轮机加电动机联合推进的模式。
有利于在低速航行时节省燃料，降低航行噪音。目前加上2艘摩耶级和2艘爱宕级，日本已经拥有了8艘宙斯盾驱逐舰。这些盾舰不仅是远洋航行时最重要的指挥舰和防空舰，同时也能配合海自的其他通用驱逐舰以及这些舰艇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形成比上世纪80年代海自88舰队实力更强的90舰队。火力军在这里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88舰队指的是海自80年代提出的8艘水面反潜舰艇加8架反潜直升机的组合，而加入了盾舰的90舰队则是在88舰队的基础上增加1艘盾舰和2架反潜直升机，使得海自舰队的反潜防空能力大大提升。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由于金刚级的服役期限渐长，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关于金刚级退役的问题。毕竟金刚级首艘金刚号已经服役了31年，是时候应该考虑它的退役生涯了。更何况美国在90年代同期建造的8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已经有4艘正式退役，2艘计划淘汰。对此，火力军认为日本目前的防空需求依然很大，仅凭2艘摩耶级和2艘爱宕级不能满足日本的防卫要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新的2万吨级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问世以来，日本不大可能让金刚级驱逐舰退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